自恋啊？你在看什么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在看我的这个发际线有没有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集体往后推。那我也要检查一下。哎，你也应该担心的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这种脱发问题呢是不讲年龄、不分性别，不管有没有遗传，谁都有可能中招的。对。脱发呢是头等的大事哦，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脱发，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留住我们的3000烦恼丝。每天掉头发是正常还是病？脱发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的呢？你以为只有年纪大才会脱发吗？听说有些脱发是能救回来的。民间有很多生发方法，到底哪一些才是真正有效？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国王啊，很多人呢都以为脱发是遗传的，跟自己一点都没有关系啊。OK， 结果一照镜子呢，咦，发际线呢？你问我，我也想问你啊哈。每个人呢每天都会掉头发，但问题是要掉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脱发问题呢？我看这个问题，我们找专家来回答比较好。很好，马上有请皮肤专科陈爱玲医生，还有2位艺人朋友姚文龙，还有蔡庆凯。欢迎！来，医生请坐。想请问一下2位，你们对这个脱发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哇，非常多烦恼。对，其实我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发量是非常的多的，大概在30岁过后。我就开始掉头发了，先是从中间开始掉，就中间越来越空，哇，后来就到 M， 哇，天哪，哇，我还以为是郭富城呢，刚才。头发很茂密的是在1993年，才华，才华，那是才华的发型，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在10年前。哇，就是你进入娱乐圈的这20年，你得了很多奖。我没有得很多奖，也掉了很多发。我掉很多发哦，拿一个奖就掉全部的头发。哇，真的啊？对。是不是因为整天戴头套呢 ？OK， 他说的很对。那时候我们有拍古装戏，对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那个假发，那个古装头发，那个发，他一拿下来后，那个很像那个水这样流下来。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原因还是遗传，因为我父亲他有 M 字型。庆凯呢？我觉得女生掉头发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是。可是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把头发剪短了。然后其实剪短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其实我掉的头发真的是蛮少的。然后直到我生完孩子，然后接近快复工，大概4个月之后吧，我就开始在吹头发的时候，发现我的掉发量很多。可是我看你现在这个对啊，发量应该是很多啊。可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8个月了嘛，所以我其实我很幸运，就是我已经长出来了，长回来。对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出吗？就那个 baby hair。我其实主要掉的是我的2侧，就是我的太阳穴旁边的这2侧。所以在这里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医生，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脱发，有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快的意识到，我们要掉头发了？正常人每天可以掉落大概是50到100根头发。哇，接着就是每根头发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，分为3大阶段。首先是生长期。头发会从毛乳头这样分裂，慢慢的成长出来，为期大约是3到5年，然后接着结束过后就很快的进入了退行期，为期大概几周左右啊，所以这个毛囊就停止生产，所以头发就会停止继续成长，然后结束过后就会进入了静止期，静止期头发就开始松落，然后慢慢的掉落，为期大概是3个月左右。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发现就是每天的掉发量超于就是100根或以上，这样这就是代表可能有病理性的脱发症状，就可能要找医生求诊。其实我们临床上也有做一种我们叫拉发测试，英文叫 pull test，就是用3根手指从头皮抓出大概50-60根头发，这样轻轻的这样拉一下，如果有5-6根头发，就是等于18%以上的掉发量，这就属于不正常的就要找出脱发的因素了。请问陈医生，脱发其实是分成好几种，对吧？脱发可以分为慢性跟急性2种。慢性最普遍的就是所谓遗传性脱发，急性一般都是有一些外在因素而造成的。基本上这是由基因跟雄激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一般上是在发育期开始呈现，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遗传因素的话，它会使那个毛发逐渐的萎缩，就慢慢的越变越细，
跟逐渐的消失。男士跟女士有不一样的呈现。男生的话，一般上就是发际线慢慢的往后移，形成了好像 M 字形的。然后接着有些就发现就是头顶开始荒芜，慢慢的稀少，就是大家讲的地中海型啊。是。女生一般上她们的发缝越来越宽，还有分界线的话就是越来越稀薄。第二常见的脱发类型是斑秃。斑秃其实是自体免疫性疾病，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，就是攻击自己的毛发。一般症状有好几种呈现，通常会出现就是小块的斑秃，但是有些很严重的，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全秃。电子贴脱发也是蛮常见的一种脱发类型啊。通常就是有某些因素，比如就是内分泌失调、严重感染或者药物。或者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等等，而造成就是这个毛发的那个周期开始混乱了，然后他们大量的进入了我所谓的静止期，然后接着就大量的脱落。好，那么其实呢，很多人都会听到很多的迷思关于这个头发问题，现在就来考考大家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请注意听，第一题来了哈。热水洗头可以帮助清洁毛囊，让头发更健康，真还是假？真假？因为我看到每次我们在外面啊去洗头也好，做什么都护理都好，他们都是用热水嘛，所以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存在。之前我不是有脱发的问题，然后我就跟发型师聊到这一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能用热水洗，要用冷水。但是确切的原因我没有问他为什么，但是我猜想热水应该是会过度刺激那个毛囊吧，所以可能会损坏，可能是这样，所以我选假。答案是假。如果用太热的水，比如烫手的水温会把就是头皮天然的油脂洗得太干净，洗掉，让头皮变得敏感跟干燥。如果持续水温太高的话，可能会造成就是刺激那个毛囊分泌更多的油脂，然后会影响到毛囊的生长周期，甚至可能造成脱发。那最适合的水温大概是？大约是37度左右吧。OK， 来第二题，戴帽子会导致脱发，真还是假 ？OK， 你又真，你又假。OK， 还2真1假。为什么说真？因为我也是戴帽子到了越掉越严重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掉了嘛，你再继续戴它它里面很热，然后很油，它是长期一直压住那个头皮，跟戴头套的原理差不多一样。天下有这么多人爱戴帽子的，而且他们头发都好好的，是，所以应该不是因为戴帽子而导致的，应该是更像刚才医生说的一些基因啊、遗传的问题。有道理。答案是假。哇，很厉害嘞！正常来说啊，戴帽子是不会导致脱发，但是如果是你帽子戴的，像文龙说的，帽子戴得很紧，这样可能就会有一些扯拉性脱发。是有一些可能经常就是没有洗他的帽子，对，然后帽子可能就是有点肮脏，久而久之会造成一些皮炎跟脱发的问题。是。第三题，请听清楚，挑食会导致脱发，真还是假？真脱发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饮食不均衡嘛。所以当他一挑食的话，他可能有一些该吃的他就没有吃到，所以当然很自然会导致到掉头发了。挑食不只会导致脱发，OK，而且可能会导致其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。谢谢。答案是正确的，大家都答对了。哇，恭喜啊！挑食的人时常就会缺乏一些营养的成分啊，比如缺乏蛋白质、维生素 B，铁质、锌等等，所以如果你摄取不足的话，就会造成脱发，可能身体的健康也会出现一些状况。一般市面上一些营养辅助品，当然可以就是补上你缺失的一些营养素。但是如果要养发的话，也要注意到其他的因素，比如就是正确的生活作息，是充足的睡眠、减压，尽量不要抽烟和大量的饮酒等等。对，医生说的没有错哦，我们平时一定要记得要睡好、吃好、生活好，然后适当的吃一些保健品来补充不足的营养素，保护好我们美丽的秀发。是的，没错。现在来到第4题了，剃光头可以改善发质，
促进生发，真还是假？假。我上次掉头发的时候，我也有试过。我要掉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剃光，剃光了想让它再生出来，结果我发现生出来的东西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。开头的时候，医生就有说过，那个头发长出来之前已经在里面酝酿几年了，是吗？ 3到5年。3到5年了，所以你外面的你的剃掉，对里面完全没有影响，对吧？当然是假，大家都答对了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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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其实头发的生长就是要靠那个毛囊在皮肤底下运作的，所以如果那个毛囊不健康的话，你长出来的头发也不可能是健康。是你剃头的话，只是把上面的部位可能剪短，但是不会影响到那个毛囊的健康情况。好，恭喜庆凯，哇，全部都答对哦，厉害哦。那么钟情也不差，有3分，呀，文荣要加油哦。欢迎林立明医师的加入。那一般上有脱发的问题患者去找你们呢，就是医生还是医师？你们是有什么检测的方法吗？临床上我们有一些头发镜仪器，能够比较详细的看一下那个头皮跟毛囊的情况。是其他检验方式，比如血液检测，一般上就是要看说你有没有什么营养不良，抽血，或者是可能荷尔蒙失调之类，对，抽血。还有就是偶尔我们会做头皮活检，这个小小的外科手术，就是要取出你的毛囊跟毛发，去在显微镜下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除了观察脱发的情况，我们还会通过望闻问切。那望诊方面，基本上就是看头发、头皮，然后头皮屑是属于油腻的、干枯、焦黄的，或者是干燥、没有光泽的，或者是很稀疏的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看舌诊，然后你的脸色、闻，基本上就是身上和头发有没有什么异味。那问呢？问就很多了，就可以问到病史、家族史、你的症状、你的饮食、你的作息。那切诊基本上就是把脉，就是从脉诊里面再进一步的判断它是属于什么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。OK。那脱发主要就是从肝、脾、肾着手。针对不同脱发的原因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，对吗？斑秃来说，是一般上我们可以注射那个类固醇，打在那个斑秃的地方啊。对。但是有些患者，比如是小孩，即使是成年人，有些人怕针，这样我们就要选择其他的方法，比如是药物来治疗。如果是遗传性脱发的话，一般上都有一些外敷跟内服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啦。但是如果你不想服药的话，还有头发激光疗法，用它来活络那个头发发囊。当然，如果你流失太多的话，有时候就要考虑就是我们所谓的植发手术，原理就是从后面取出健康的毛囊，移植到你要的部位。那医师呢？那根据不同的病因，也会考虑到患者的体质跟他的耐受力，然后采取相对应的中药。那中药可以是内服，可以是外用，然后还有针灸，针灸就包括了体针、滚针、梅花针，还有艾灸跟按摩等一些个人化的综合调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曾经被脱发问题所困扰的朋友来分享他的经历哦。让我们欢迎郑庆阳。欢迎，你好。哎呦，怎么年轻哎？看你的头发都没什么问题，哪里像脱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是戴假发是吧？没有，是真发。可是我算是康复了啊。可是之前呢，我头皮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洞。这个是一开始就这么大，还是慢慢变那么大？没有，慢慢变成大的。所以你是怎么会发现的呢？你整天照镜子照背后的？没有，有一天就觉得头皮很痒我就自己摸去抓，然后就感觉到有一个小洞所以我原本是以为就是剪头发嘛，是，有可能是剪错头发，我就没想这么多。过了几天，头皮还是这么痒，OK，然后我就再开始摸，洞变大了，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那当时医生怎么帮你治疗的？所以刚开始我吃一些药，可是过后呢就没什么见效，然后所以过后呢就帮我打了个 steroids 在我头皮上。这个是治疗期间。对。从开始治疗到你完全康复你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？大概半年。还挺快的啦。还 OK 啦。来，林医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食疗叫做桂圆健发粥。有哪些食材？基本上有桂圆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龙眼肉10克，是莲子15克，大枣10枚，白米50克，将莲子
浸泡沸水过夜。然后取出这个莲子心，将大枣切半，取出那个种子，将莲子、大枣、白米一起放入锅内，加入1000毫升的水，煮沸之后转小火煮1个小时，直到这个莲子熟透，然后再加上龙眼肉，煮上1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哇，医师啊，这样子这个的话，要每天吃几次会比较适合啊？每天吃2次，然后连续吃15到30天。基本上龙眼肉，我们说有益心脾、补气血、安神的功效。那莲子本身就有补脾止泻、益肾摄精、养心安神的作用。大枣它就有补脾和胃、益气生津、养血安神的作用。那白米很少人知道，白米本身它有补中益气、健脾和胃的功效。它适合气血亏虚的脱发患者服用，所以这些人通常就会出现一些症状，就是他的头发、毛发就是很枯黄，然后容易脱落、心悸、气短，我们讲自汗、盗汗等等。所以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吃的吗？因为用到大枣比较滋腻，所以那些痰湿啦、积滞啦、温热啦、属湿病的前后，还有黄疸、肿胀的人就不适合吃这类的。医生有提到说啊，因为压力而造成的斑秃问题，是属于急性脱发。那庆凯提到的这个产后脱发，也同样是属于急性脱发吗？对，产后2个月到4个月都能够归纳为产后脱发。这是因为那个雌性荷尔蒙在宝宝出生后下降，而造成就是很多的头发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休止期，这为期几个月，所以过后就会大量的脱发。中医认为产后脱发是跟气血亏虚是有关的。我们讲女性分娩期跟产褥期的时候，失血量比较大，然后再加上你产后心理跟生理的那个负荷也是比较大。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要赶快去就医呢？一般上2个月到4个月左右是属于正常的产后脱发的阶段，但是如果持续超过6个月的话，或者有大量的掉发量，这样可能就要寻求医生的援助了。那我也听过人家说，你常常梳头发呢，就可以刺激头发的生长。梳头是不能够直接的生头发，是，但是你常常梳头、按摩头皮的话，它可以起到舒筋通络、行气活血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是，所以它可以为头发的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，所以就可以缓解脱发的问题。OK， 明白。所以医师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，要怎么梳才是正确的吗？好的。好了，医师，我们的道具都准备好了，好，梳子怎么梳呢？首先，我们先找一个木质的按摩梳，用这个梳子从头顶开始向后梳理到这个大椎穴，就是他低头下去这个最高点，你就梳到这边来。哇，很舒服哎。向后梳，梳到这边，然后向右边梳，也同样的梳到这个大椎穴。要梳几次？就是一个方向要梳。每个方向基本上梳上10次左右，然后左边再从这边梳，然后梳到这个大椎穴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梳子的圆角来按摩这个穴位。那第一个穴位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百会穴，就是2个耳尖连线的中点。然后我们就按摩。每个穴位按摩基本上2分钟左右。那第2个穴位我们用到的是这个风池穴。那风池穴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后枕下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手这样按下去，你看到2个凹陷的地方，基本上这个就是风池。这里按，然后接下来就有这个生发穴。生发穴基本上是在风府穴，风府穴是我们后发际正中上1寸。就大概跟风池同样一个水平线，所以它们2个穴位连线的中点，那个就是生发穴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有这个角孙，角孙基本上是这个耳壳跟它对折，然后耳尖的地方就是入发际，这个就是角孙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翳风，就是耳垂后面，这个就是翳风。然后再回来就是到了这个四神冲，四神冲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百会穴，它前后左右各1寸，所以就可以从前面按揉，后面，然后再左，再右。
就是这样。这个是预防，就在还没有掉之前，大家多做这一些对护理。日常生活作息啊，还有这个饮食上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我们讲适当的让头皮晒一下太阳，不要过久的曝晒，是，然后尽量避免不良的情绪，保持心情愉快，可以吃一下那些高蛋白质，是，或者是维生素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。那如果你的头皮的油脂过多的话，那可以选择多吃一些粗纤维，或者是这个杂粮。然后平时可以多吃一点山楂、草莓之类的水果，因为山楂跟草莓它本身有消脂的作用，所以对控制那个油腻头发有益。那同时你要减少，就限制那个脂肪的摄入。那请问医生啊，除了食物之外呢，其实现在很多现代人啊都会吃一些保健品来补充营养。那如果是养发的话，我们的保健品要如何选择呢？所以如果是要强调头皮跟头发的健康啊，最好就是里面含有一些维生素 B 群、维他命 D、锌、铁、质等等。当然你在饮食方面也应该要吸取比较多蛋白物质，例如好像鸡蛋啊、牛奶等。还有注意一点就是，有些维生素不能够摄取过量，是比如维生素 A， 如果你吃过量的话，反而会造成大量的脱发。是，所以大家在吃保健品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搞清楚它的成分，才可以事半功倍，对吗？对。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谈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也更加了解护发呢，一定要趁早啊，不要等到它真的是离家出走了才来担心。真的，头发掉起来啊，它不挑年龄的，然后它也不看你的心情，想留住发量呢，平时最好是好好照顾自己啦。是的，希望大家看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，都可以发量再现，魅力不掉线。好，在这里要谢谢陈医生、林医师、庆凯还有文龙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拜拜。